酒吧之中，黑衣人首领不甘心就这么干，等着信号恢复。他眼睛在塔瓦纳身上打量几番，个子高挑、身材匀称的塔瓦纳立刻让他心生歹念。本来今天就是要搞出一个震惊全球的恐怖事件，所以他也知道自己根本不需要收敛自己的兽性。于是他来到塔瓦纳的面前，微笑着说：斯维特小姐，没想到我还能在这里见到你。你可是我心目中的偶像和女神，我喜欢你已经很长时间了。塔瓦纳紧张忐忑地说：那你能不能放过我？我只是来这里度假，不想死在这里。黑衣人首领的眼神轻浮地在塔瓦纳身上流转几番，笑呵呵地说：斯维特小姐，不瞒你说，我们今天搞的是恐怖袭击，对我来说，事情当然是闹得越大越好。正巧你这位大明星也在这里，我怎么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塔瓦纳一听这话，紧张得浑身发抖，哽咽道：你如果想要钱，我可以把我所有的钱都给你，我求你不要伤害我。黑衣人首领淫笑一声，说道：斯维特小姐，素闻你对感情十分开放，不知稍后等网络恢复，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给全世界的网民直播一场尺度全开的成人秀呢？塔瓦纳吓得疯狂摇头，眼泪不断被甩出来，哭着说：我求求你，不要对我做那种事情，我不想我深爱的人最后一次看到我是那种不堪入目的形象。此时的塔瓦纳已经知道自己以及自己身边这些人都不可能活得过今晚。这些人不是土匪，也不是海盗，他们是恐怖分子。大家落在这种人手里是不可能有任何活路的。他现在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害怕眼前这个魔鬼真的要在全世界网民面前玷污自己。如果被叶晨看到自己那样的形象，自己就算死都不能瞑目。黑衣人首领见他提到深爱的人，便哼笑讥讽道：你不想让别人看到，可我要偏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看着你征服时的样子。说到这里，他的表情逐渐狰狞，残酷地笑着说：不仅如此，我还要让全世界的人亲眼看到我是怎么杀掉你的。我要让他们亲眼看着自己心目中的偶像，心目中的女神，在我的手下被一点点摧残，一点点的凋零，直至死亡。塔瓦纳盯着对方的眼睛，声嘶力竭地吼道：你是魔鬼，该死的魔鬼！黑衣人首领哈哈笑道：你说的对，我就是魔鬼，落在我的手里，我就一定要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说罢，他忽然挑眉一笑，道：斯维特小姐，我这个人那方面的精力相当旺盛，咱们似乎也没必要等网络恢复再共赴巫山，不如我们就在这当着所有人的面先互相熟悉一下，先试一次，也好让我接下来的正式登场表现得更完美。塔瓦纳吓得魂飞魄散，恨不得当场在这里自我了断。他的父母也几乎崩溃，疯狂地冲过来，想要把塔瓦纳护在身后，但却被几名黑衣人用枪硬生生逼退。黑衣人首领厉声道：从现在开始，谁再有多余的动作，我就直接一枪打爆他的脑袋。塔瓦纳的父母一时间也不敢轻举妄动，只能蹲在原地相拥啜泣。塔瓦纳此时已经彻底绝望，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和父母今日不可能有任何机会活着离开这里。上次在东京还有叶晨相救，这次在马尔代夫肯定不会再有这样的奇迹发生。此时黑衣人有些失去耐心，他拽着塔瓦纳的衣领，冷声道：来，先让我试一试国际巨星是什么滋味。说罢便要直接将塔瓦纳的上衣撕扯开来。这时他耳朵里的通讯器忽然传来几声电流声与噪音，似乎像是有人按下了通话按钮，但是没有说话。很快就将按钮松开，他皱紧眉头，以为是有队员呼叫自己，但信号受到干扰，123队都在外围警戒，唯一走远的可能就是派出去修理信号的人。于是他立刻掏出手机看了一眼，他一直等着右上角的信号栏里能够出现信号强度的标识，可是等了很长时间依旧没有任何变化。
他有些烦躁地按下通讯按钮，冷声道：“老徐，信号为什么还没恢复？我还要给全世界网友直播一场好戏呢。”通讯器里一片静默，他眉头瞬间紧皱，心里察觉到一丝不安。他要找的那个老徐，就是被叶晨斩断双臂又割开喉咙的那个队长。他与这个老徐合作多年，此人向来稳重可靠，从未在执行任务中失联，甚至反应慢半拍的情况都没有发生过。每当自己在通讯器里喊他，他都会第一时间回复收到。没能从对讲机里第一时间收到老徐的回复，让他立刻警惕起来。于是他立刻站起身来，一边往外走，一边按下对讲机，一队去找一下老徐，看看他们遇到什么情况了，为什么不回复。他本以为通讯器内会传来一队的回复，但没想到通讯器那头还是死一般的寂静。他顿时紧张起来，也停下了继续往外走的脚步。随后他强压住惊恐的内心，再次按下通话键，2队、3队，收到，请回答。2队、3队同样都是他安排在外警戒的队伍，算上一队一共有30人。可是他怎么都没想到，30个人竟然都无一回复，而此时他的身边只剩下4队最后的6个人。队长老徐和刚才一同出去的3位士兵也彻底失联。他心里有些发毛，低声吩咐身边的一位黑衣人：“你出去看看外面什么情况。”被点名的黑衣人有些紧张，但也不敢抗命，只能鼓起勇气，硬着头皮从酒吧里往外走。就在他刚走到门口的那一刻，他忽然在门口停住脚步，站在原地一动不动。黑衣人首领见他在门口处停下，便对着他的背影厉声呵斥道：“干什么呢？快去看看怎么回事！”刚说完，那人的脑袋忽然从肩膀上掉了下来，滴溜溜地滚到了那首领的脚边。